欢迎收看这集的卡斯特出任务，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利欧弟。今天呢，我们要来这里突袭一支全新的队伍。那这支全新的队伍呢，有我的老朋友，我们已经在这个1楼的大厅里面等了非常的久，就在等待他们的工作人员经过，然后马上来一个突袭的任务。Peter， 等等我啊，等等我，我等你好久啦。哎呀，我在这边等了非常的久，就是要来做这个突袭的任务，你知道吗？突袭我们的吗？对啊，因为你们这个队伍很新嘛，对不对？然后大家对你们其实有点算是小陌生，所以我们想要透过这支影片凸现出你们最真实的自己。现在这是突袭耶，他们现在这时间应该还在团练，对不对？那么认真。那既然他们在团练的情况下，我们就先访问你好了。好，因为大家应该对你应该也比较陌生一点点。有点乱。汉哥穿的很 free， 汉哥穿的很 free 哦。就这么临时突袭。我们就先优先访问这个 DCG 的队经理 Peter。来跟大家打个招呼。Peter， 叫我 Peter。因为DCG 它算是组成的时间算是比较仓促的啦。那我听说你也有参与一些就是队伍在可能选教练啊，或者是选选手的过程，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段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怎么凑齐这一支新的队伍吗？其实时间真的非常赶，就是差不多在大概1月中10几号的时候才决定创立这战队。我的想法是我先自己有一个类似蓝图，一开始的初步的构图的，一开始的选手的那个 list， 接下来跟教练确定好教练以后，再跟教练去讨论，再去确定教练期望。因为我跟ENZ以前也算认识，就去问了他一下，跟他聊了一下他的想法什么的话，就好，那我就决定就是这个人了。所以教练其实蛮早就已经确定就是由EN去带。我们一开始战队的理念是希望多一点新人，或是可能以几位老将去带，就是老鸡带小鸡这样。对。所以那你们之间彼此选手啦有互相推荐这样吗？对，毕竟选手最基本让他们彼此要信任嘛。对，那教练也觉得他跟这些选手也算是认识，也比较熟，那他也信任他们，对吧？那有基础信任在，这个团队才会比较有一个默契在。那我就先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们第一周的成绩你们还满意吗？有没有那种比较出乎意料，或者说还是这个意料之中那样？其实非常出乎意料就是在开始训练前我就跟大家讲说，大家不用太轻松打啊，因为其实第一场的对手应该就是比较，应该说大家都会很瞩目这一场比赛。对。那哪一位选手是你目前看下来就是最让你出乎意料的？我觉得整队都是。整队吗？因为我们有一位全新的人是跟他们是完全没有磨合过。你说水精灵吗？对，水精灵，我们 AD 是完全没有跟大家磨合过，所以我想说可能会有一个阵痛期，一开始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磨合配合，毕竟对水晶营来讲，其他人是可能很前辈的，应该说接触过职业体系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对，所以他可能我很担心他自己会有压力，不敢发言什么的，所以我一开始对大家的期望就是正常发挥，拿出他们团练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他们的想法，也不用强迫说自己说可能我们的初登板我就要秀得飞起这样，让他们保持一个比较轻松的态度去面对比赛。所以我觉得整队的表现都让我蛮意外的，蛮意外的，是。那因为你们赛后其实我看你们在就是不管是粉专的发文，就是你有赛后迷因嘛，包括你们赢比赛的时候有做一些就算是彩蛋的那种小字卡，这个发想是有谁去发想的？最一开始是我们有找一位小编来做我们就是社群的一些算是宣传啊什么的。对，那我们那个举牌子一开始是要弄别的东西，是例如什么东西？就是可能戴一些面具，例如像是什么集结的面具，就是一些英雄的那个一人戴一个，了解。我们的整个团队的形象，不管自己内部还是对外，都是比较轻松，比较气氛比较和谐，比较 free， 对，大家比较开心的样子。所以一些趣味的东西，观众看起来也会觉得蛮开心，蛮好笑的，对。那不免俗还是会好奇啦，因为你们毕竟是一个新队伍，而且以你们现在的这个成绩，你会不会突然对这个春季赛，我们先讲春季赛就好了，就是有更多的想象？心里当然是会有期待变更高啦。在还没开始比赛，在刚成军的时候，心里想，也许可以在季后赛有没有机会可能冲击到前4。结果像打完一下，发现好像我们其实不是要冲击这里，我们本来就在这里。可以耶。那我自己也比较好奇啦，就是战队经理啦，你除了可能就是要整顿所有的选手，或包括教练，那你还有其他什么一些
工作的项目吗？其实，因为我们后勤部分人员比较少，所以我们可能像我可能要身兼领队，然后要身兼他们的，可能就很像他们保姆啊，对，要帮他们，还要叫他们起床，起床教练会教，对，可能他们日常生活你可能要负责管理这样。对，当然还是有一些比较可能像是什么赞助商这些，我也会去尽量去帮大家谈到一些好的配备啊什么的，对，大概就是这些事情。OK，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这个 Peter 的访问，也希望 DCG 之后越来越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访问的是 DCG 现任总教练 X 发电站前任 AD ENDD。大家好，我是 ENDD。对，那我们先问一下 ENDD， 从之前是职业选手嘛，有打过一段时间的 LS， 然后你现在转职到完全的后勤，你觉得这方面哪一个部分是可能最困难，或者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从选手转教练最困难的就是你在选手上的心态，刚开始都需要一点时间去沉淀，说你必须放下你的选手心，然后要变成说你要全心为选手服务，就变成是说你现在玩游戏真的就是变成休闲娱乐，对，然后接下来的时间都是在替选手想，替你可能下一步你想要做什么战术这样，再跟选手讨论。那我们刚有跟 Peter 聊到，就是说，在队伍的组成还有队员的组成，因为这包括有一些选手是你挑选的，那可以分享一下你在挑选这些选手的可能方向啊，或者是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就跟像刚才 Peter 讲一样，就是我们那支战队其实成型的是有点赶，我也没想到会突然会有 Licky 啊，然后会有雀巢啊，然后会有乌迪他们。我开始真的都是以询问的角度去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这个意愿，然后我没想到他们就很爽快就答应了吗？很爽快就答应。答应了之后，他们就是互相推荐嘛，对，就是发生这种。然后那我可以问一下，谁推荐蔡胖的吗？雀巢吗？还是蔡胖自己毛遂自荐？就是EN这个打野就交给我。他们就是说，如果他们几个能聚在一起，那他那边一定 OK。他是就是可能想说大家都认识，大家都认识到他觉得他的队友是这些，那他觉得 OK 这样，对啊。那我们问一下比赛内容，因为其实比赛内容 DCG 目前给所有 PCS 的观众带来的是一个很不同的打法。对，那你们现在是愿意比较拿出一些可能 LCS 或 LEC 的套路嘛？那其实这一点你是怎么跟选手去做讨论，或者是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也自己去开发了一套可能巴德上路带重击的这种想法？对，其实这个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很临时才开始准备团练。我在安排团练给他们的时候，我们都利用团练去看到的东西，再去研发自己的想法。他雀巢这个点真的是因为他个人独有的他的打法跟他的角色可以这样玩，适合他。然后我们在团练的时候也确实拿来使用，成效不错。所以，然后当然这个东西能不能出，也需要大家的同意。所以在出这个东西之前，我们也是沟通好，我们才一致都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的。就是因为毕竟 BO1， 你们是可以放招的，是可以放招的。我是觉得当时我会放手让他们这样选，跟他们沟通过，我们可能要跳脱思考，因为我们准备的时间都比人家还要少。对，所以那我们不如用一招人家想不到的去战胜他。那我觉得内因的战术就是一个好战术。对，那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就是以水精灵这位选手，因为他第一个就是说你们队伍想要栽培的是年轻选手，对，那甚至因为毕竟你们在玩这种特别套路的时候，其实间接的其实已经把重心都丢在下半部了。那其实，那你对这位选手，你目前看下来，他是有办法，就是可能练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以他第一周这样子的发挥去看的话，其实他只需要累积吧，就累积经验这样，然后知道自己失误在哪里。但我觉得我对他的期望一定是 PCS DAD， 对，一定是这样。那我觉得他也可以达到这个水准。目前看下来，就只看他怎么样去，就是去练习跟去学习，花时间这样。那我们这边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们的选手组成啊，之前跟你打过比赛嘛，就是感觉你的个性其实很好好先生，对。然后我之前也跟蔡胖打过比赛，他也是一个很好好先生的人。那整队感觉起来，你们有没有一个会在团练玩或者是比赛玩检讨里面，就是讲话可能会比较直接啊，或者是能够很快的就把问题说出来了？因为你们的个性那么好，可能也不太会直接去真的批判说，可能谁这波打得不好，谁打得不好这样。刚开始其实也有想过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大家检讨不出所以来。但我后面才发现说，其实就真的是懂的都懂，我也不用跟他们太多废话，我就是指出他们哪边有问题，然后大家就是讨论一下，就简单几个字，他觉得他做错了，那就做错了。那所以我们检讨其实都挺快速的，也不会觉得要硬讲什么，反正谁失误谁就承认了。然后他要嘻嘻哈哈，我觉得可以。
但目前看起来，就是我觉得团队气氛好才是重要的。那目前你们第一周的成绩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出色嘛？那我们刚刚有问过 Peter 这个同类似的问题，你自己会觉得你们目前春季赛在例行赛方面，你们有机会到达什么样的高度？我预计啊。前四就已经真的已经很极限是前四。那你觉得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会是哪几队 ？CFO 吧，CFO， 然后 PSG、JTeam，对，你们刚赢他们，但我觉得他们还是蛮厉害的。就是你觉得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只是被你们开招开到，我们会这样子。OK， 那我们就访问完教练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访问2位重量级的选手。好，那我们刚刚访问完了总经理嘛，然后还有访问教练，我们接下来访问这2位 DCG 的资深老选手雀巢还有蔡胖。Hello， 大家好。来个打歌，怎么还是那么害羞啊？没有，是你坐我旁边。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朋友了。对，那2位选手其实对于 PCS 的观众来说都应该算熟悉啊，所以就是有量身定制的几个问题要问你们。那首先，我们现在问一下曹哥。曹哥其实中间有断1年打职业嘛，这一季回到 DCG 然后打这个 PCS， 你会不会压力很大？基本上压力应该是没有吧，就是回来就是以平常心，就是跟以前一样，正常的心态去玩就好。因为这好像也跟你们刚刚那个教练还有队经理讲的一样，你们的风格喜欢打得奔放一点，就是比较不绑死吧，所以不要弹性一点。那我这里就想问，就是你们第一周的表现，尤其是你的选角跟你们的打法，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那这方面其实你是怎么想出这些套路的？没有，其实就是因为对手用这套帮我们打爆。你说团练的对手？对，然后我们就把上路换个角色而已。所以你们这一套其实也没有练得很久。第一天打这题就用了。自信嘛，自信选。那我可以问一下哈娜，就是我有听说啦，你们2位是有绑定一起加入 DCG 的吗？是没有，但毕竟我们是认识嘛，刚好有这个机会，就刚好连丽丽也找，然后要开赛了。如果你找认识的，肯定是会比你找其他不认识的更陌生的好一点啊。那问一个问题啦，因为你去年搭的中路选手又是不一样的人嘛，对，你现在又重回搭到这个我们曹哥，你觉得差别在哪？因为其实这一季一开始你的表现就蛮亮眼的。差别主要本来就不同人嘛。然后是角色时个性打法也不一样，对，肯定都不同。像东山可能喜欢压线，他可能需要打也就是有人在他旁边，他可以打得很凶，就是风格不一样，所以你就是可能要去适应这样。反正队伍都是想要赢，我也可以为队伍牺牲改变打法。就是如果这个方法能赢的话，你当然是愿意改变。那我们现在再回到问雀巢，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因为你现在玩的套路都比较特别一点，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观众是也很担心的问题。你上路带重击这个套路，如果之后的版本被削弱之后，不能够使用了，你自己会不会在这方面有没有特别去做一些琢磨，或者是已经在练习后面版本的东西，像大法师之类的？主要的话还是有在练其他角色，就以前比较擅长的那角色就没有什么在玩，都还是以一些没玩过的角色然后去熟悉，就是加强这样。对，做补强。所以你自己在这方面就其实觉得还好，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是看自己场上那时候当天的发挥怎么样。那胖哥嘞？因为其实从我认识这个哈娜以来，这可能在学生时代打职业到现在，其实蔡胖的分数一直都很高，所以你现在还是有维持在这个高档吗？不管我读书还是打排位，分数永远都是很高。真的吗？你到现在都还是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高于这个 PCS 其他打野。你说跟其他队的打野吗？第一打野没有，我不能说我最高，但就是相对高。因为分数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看运气。我今天运气好20连胜，然后分数当然高，比赛赢了才是重点。对啊，菜是原罪啊，你没赢的话没成绩，别人说什么都是个人观点。那就问一下曹哥。因为我其实刚刚在旁边就是在等待的时候，我有稍微看一下你的团练啦。我比较好奇，现在就是这个 DCG， 你们现在是一支比较新的队伍嘛？你们前面的可能营运的沟通，或者是后面的沟通，是目前是以谁去比较出声音比较多？基本上因为是新队伍嘛，所以大家都会有一点声音，然后就是都有自己的想法，就统合这样，然后去选一个更好的，就可能检讨之后可能会再选这样。要看玩完角色能带几种风向，如果能带的风向的话，我会比较多给一些资讯这样。那胖哥给的资讯好吗？肯定好啊，你一定听吗？对啊，一定 OK 因为其实蔡胖就我认识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选手，应该在职业这段时间还没有被消磨殆尽吧？还没有，热情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吗？那因为我觉得2位都应该算是对自己很有信心的选手啦。你们目前的这个开季，打了一个不错的这个开门的成绩。你自己预测你们这春季赛、例行赛，你觉得你们 DCG 可以排在
在哪边？应该可以前4，然后感觉你觉得有机会前4？有机会。那蔡胖嘞？今天我们是打赢这一 team 的嘛，我们肯定也是有前3番的实力，但还是要看比赛发挥这样，也是季后赛才是见真章的时候。我 Ball One 就算我18胜，然后季后赛被两个 Ball 打下去。哦，我以为你刚刚凑哪一队，吓我一跳，18胜，然后后面怎样吓我一跳。好，那我们也就是希望2位选手可以维持这个一开始开赛的好表现到最后，然后包括在季后赛也有好的表现，好不好？那我们这次的任务，突袭任务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还是你要补充什么？你跟 J Team 的小故事吗？你可以私下问我。我们可以帮你录一个专访，这样。小故事说不完。小故事。